大家好，我是丽姐，欢迎大家来听相亲故事，感谢大家的订阅。今天我要给大家讲一个特别有意思的故事，关于一位从上海嫁到台湾的姑娘的真实经历。说起来啊，两岸通婚这事儿有甜蜜也有辛酸，尤其是适应新环境时的那些不习惯，真是让人又哭又笑。我先给大家介绍一下今天故事的主角小文。小文今年30岁，出生在上海郊区，皮肤白皙，是个标准的江南美人。她的父母是从安徽来上海的外来务工者，在上海郊区经营着一个小吃摊，维持一家人的生计。小文从小就懂事，看着父母起早贪黑的忙碌，她发誓一定要好好读书，改变自己的命运。功夫不负有心人，她考上了一所卫生学校。大专毕业后，如愿以偿的在当地一家医院做了护士。我本来以为生活就这样稳定下来了，谁知道医院实行末位淘汰制，我年纪大了，又没什么背景，就这样被辞退了。小文回忆道，语气中满是无奈。失业后的小文四处碰壁，眼看着房租要交不起了，他只好借钱开了个网店，卖一些平价化妆品。那时候真是太单纯了，以为做生意就是进货卖货那么简单，结果被供应商骗了好几次，不但没赚到钱，反而欠下了一屁股高利贷。为了还债，小文被迫接受了模特的工作。说出来你可能不信，我当时穿着高跟鞋站一晚上，就为了那几百块钱。小文说起这段经历，眼里闪过一丝暗淡，但我心里一直有个念头，有机会我还是想回去做护士，那才是我的梦想。就在小文觉得人生跌入谷底的时候，命运给他开了个玩笑，或者说是惊喜。他在一次台商组织的联谊活动上认识了来自台湾的阿杰。阿杰是台北人，在上海做外贸生意。他腼腆却很绅士，和小文的第一次见面就让他印象深刻。他不像其他男生那样盯着我看，而是真的在听我说话。那种被尊重的感觉，我很久没有体会到了。两人迅速坠入爱河，但好景不长，双方父母都极力反对这段感情。阿杰的父母担心小文是冲着台湾的生活条件来的，那些大陆女生不都是为了台胞证才嫁过来的吗？骗完钱就走人。而小文的父母则担心女儿会在台湾受欺负，那么远的地方，万一他们欺负你怎么办？两边文化差异那么大，哪能长久啊？小文自己心里也没底，我也怕他只是玩一玩，骗我感情。毕竟我们价值观不同，谁知道他是不是认真的？但爱情就是这么奇妙。在经历了无数次争吵、怀疑和好后，小文和阿杰决定力排众议，走到一起。他们在上海举行了简单的婚礼，然后小文收拾行李，带着对未来的憧憬和一丝不安，跟着阿杰来到了台湾。刚到台湾的那段时间，感觉就像做梦一样，一切都那么新鲜又陌生。小文说，但很快我就发现有很多事情是我完全没想到的。接下来就让我来说说小文嫁到台湾后最不习惯的10件事吧。第一件，垃圾分类太严格，简直是强迫症。天啊，台湾的垃圾分类真的把我逼疯了。小文说起这事就忍不住翻白眼。刚到台湾第1周，我就被阿杰妈妈骂得狗血淋头，就因为我把一个塑料袋扔进了厨余垃圾桶。在台湾，垃圾分类不是随便说说的，而是有严格规定。一般家庭要把垃圾分成一般垃圾、资源回收和厨余垃圾3大类，而资源回收又细分为纸类、塑料、金属、玻璃等多个种类。最夸张的是，扔垃圾还要等垃圾车。那个垃圾车音乐一响，全小区的人都拎着垃圾袋冲出来，场面蔚为壮观。小文笑着说，刚开始我总是错过时间，后来阿杰给我下载了一个垃圾车 App， 上面有垃圾车的实时位置和到达时间，简直是黑科技。在上海，虽然也有垃圾分类，但执行的并不像台湾这么严格。在上海，我随手一扔就完事了，哪像现在倒个垃圾跟做科学实验似的。不过小文也不得不承认，台湾的这种垃圾分类方式确实很环保，虽然麻烦，但看到社区环境这么好，我也慢慢习惯了。第二件，台湾人说话太客气，搞不清真实想法。刚到台湾时，我总觉得大家对我特别热情友好，结果后来才发现，人家只是在客气而已。小文无奈地说，在大陆，尤其是上海这样的大城市，人们说话往往直来直去，有什么说什么。
但在台湾，人们更注重说话的方式和礼貌，即使是拒绝，也会用非常委婉的方式表达。有一次，我做了一道上海菜，请阿杰的朋友们尝尝，大家都说好吃好吃，我还挺得意的。结果过后，阿杰告诉我，其实他们不太吃得惯，只是不好意思直说，我当时就傻眼了。小文感叹道，在台湾，你永远不知道对方说的还好是真的还好，还是其实很糟糕。说的不会啦，是真的不会，还是其实心里很在意，搞得我现在听人说话都要反着理解，累死了。第三件，公共场所超安静，大声说话会被瞪。我刚到台湾坐捷运的时候，车厢里安静的可怕，我跟阿杰正常音量说两句话，就感觉全车厢的人都在看我。小文回忆道，在台湾的公共场所，人们普遍都很注意保持安静，不打扰他人。捷运里几乎听不到人大声讲话或接电话，餐厅里也很少有人高声喧哗。上海的地铁那叫一个热闹啊，大爷大妈视频聊天声音开到最大，年轻人叽叽喳喳聊八卦，我习惯了那种氛围。突然来到这么安静的环境，感觉自己呼吸声都特别大。不过小文也承认，公共场所的这种秩序感其实很舒服。现在回上海探亲，反而受不了那种嘈杂了，感觉自己被台湾驯化了。第四件，台湾人办事效率低，慢工出细活，天哪！在台湾办个手续真的是慢、到、极、致。小文夸张地说，在上海，我习惯了快节奏的生活，什么事都要马上搞定。来了台湾，我才知道什么叫龟速。小文举例说，他在台湾办理居留证时，工作人员会非常耐心地检查每一份文件，解释每一个步骤，确保申请人完全理解。整个过程虽然慢，但工作人员的态度特别好，一点都不敷衍，这点倒是让我很感动。但有时候真的着急啊，比如银行排队，明明只有几个人，可以等上1个小时。我第一次去银行，以为半小时就能办完，结果差点饿死在那里。不过小文也不得不承认，台湾人做事虽然慢，但很细致，几乎不会出错。可能这就是所谓的慢工出细活吧。第五件，医疗制度差异大，看病方式完全不同。这个真的是最崩溃的。小文激动地说，作为一个曾经的护士，我本以为自己对医疗系统很了解，结果到了台湾完全懵了。在大陆，人们生病了通常会直接去大医院挂专科门诊，但在台湾全民健保制度下，人们生病首先会去社区诊所看家庭医生，必要时再转诊到大医院。刚来台湾那会儿，我感冒了想去台大医院看专科，被阿杰笑话了一顿。他说，感冒而已，去楼下诊所就可以了，台大医院哪有那么容易挂好。小文说，适应台湾的分级医疗制度花了他不少时间，但不得不说，台湾的健保真的很方便，看病负担比大陆轻多了。带着健保卡去社区诊所看感冒发烧，挂号费加药费才几十块新台币，真的很便宜。作为曾经的医护人员，小文特别关注两地医疗系统的区别。台湾医生的服务态度普遍比大陆好，会很有耐心地解释病情和用药，不会像大陆有些医生那样看病3分钟制。但大陆的医疗技术和设备在某些领域确实比台湾先进，尤其是一线城市的顶尖医院。第六件，逛夜市成日常，但吃不惯甜甜的口味。台湾的夜市真的太好逛了，比上海的夜市热闹多了。小文兴奋地说，刚来台湾的时候，阿姐几乎每周末都带我去逛不同的夜市，士林夜市、饶河夜市、宁夏夜市，我逛到腿软。台湾的夜市不仅有各种小吃，还有服装、配饰、游戏摊位等，是当地人休闲娱乐的重要场所。在台湾，逛夜市不只是为了买东西，更是一种生活方式。不过，小文坦言，自己刚开始很不习惯台湾食物的口味。台湾的食物普遍偏甜，连炒面都要加糖，卤肉饭、面线甚至是盐酥鸡都有一种甜甜的味道。这对于习惯了上海咸鲜口味的我来说，简直是灾难。我记得有一次，我特别想吃上海的红烧肉，自己买了材料在家做。阿杰尝了一口就说太咸了，我尝了感觉明明很正常啊。后来才发现，原来我们对正常口味的理解完全不同。不过，经过几年的调整，
小文现在已经能接受台湾的饮食风格了，现在回上海探亲，反而觉得家乡的菜太咸了，真是人生奇妙。第7件，台湾是禁烟天堂，公共场所几乎看不到人抽烟。这点我真的要给台湾点100个赞。作为一个不抽烟的人，小文对台湾严格的禁烟措施非常满意。在台湾，公共场所基本都禁止吸烟，包括餐厅、商场、车站等。即使是在允许吸烟的区域，吸烟者也会很自觉地避开人群。在上海，虽然也有禁烟规定，但执行的并不严格。男同事们开会前、吃饭后总要聚在一起抽烟，烟雾缭绕的。来了台湾才发现，原来可以生活在一个几乎没有二手烟困扰的环境里。小文笑着说，阿杰有几个朋友是烟民，每次来我们家做客，都乖乖地跑到阳台上抽烟，而且还会带着随身烟灰缸，把烟头收好带走，素质真的很高。第8件，台湾物价确实高，但并不像想象中那么穷。这可能是很多大陆人的误解，小文认真地说。在大陆，尤其是近些年经济发展迅速，很多人觉得台湾发展停滞，生活水平不如大陆了。但实际生活后，我发现台湾的生活品质其实很高。小文坦言，台湾的物价比上海普遍高一些，尤其是水果、海鲜等食材，但工资水平也相对较高。而且福利制度比大陆完善得多，比如健保制度、长照制度、社会补助等，这些在大陆可能要自己花钱解决的问题，在台湾都有相应的福利政策，再加上台湾的服务业非常发达，从公共场所的免费 WiFi 到商店、餐厅的服务态度都让人感觉很舒适。小文说，阿杰一家住在台北郊区，有一栋小别墅，生活品质很高。他们家虽然不是什么大富大贵，但日子过得很舒适。每周末全家人一起烤肉、泡温泉、出去郊游，真的很惬意。台湾的生活节奏比上海慢多了，大家工作之余很注重生活质量，这一点我非常喜欢。小文感慨道，虽然赚的钱可能没有在上海那么多，但生活质量却不一定差。小文还提到了台湾社会的包容性，刚来的时候很怕被人叫大陆妹被歧视，结果发现周围的人都很友善，从来不会因为我是陆配就对我另眼相看，反而是我自己有时候会太敏感，听到有人讨论两岸问题就紧张。第9件，节假日文化差异大，过年习俗完全不同。天哪！第一次在台湾过年，我真的惊呆了。小文夸张地说，在大陆，春节是最重要的节日，家家户户贴春联，放鞭炮，全家团聚吃年夜饭，热热闹闹的，但台湾的过年安静多了。小文介绍，台湾过年虽然也有团圆饭，但没有大陆那么讲究。大陆的年夜饭讲究年年有余、步步高升等寓意，菜式丰富。而台湾的年夜饭更简单，有时候就是火锅，气氛很随意。还有，台湾人特别重视除夕和初一，但初二开始很多店铺就开门营业了。而在大陆，春节假期通常要持续1周以上，这点差异还挺大的。小文说，除了春节，两地其他节日的庆祝方式也有很大不同。比如中秋节，台湾人除了吃月饼外，还有烤肉的习俗，一家人在后院或阳台上烤肉，其乐融融。这在大陆基本上是没有的。最让我震惊的是，台湾人过清明节不叫清明节，而是叫扫墓节，听起来直白的吓人。小文笑着说，不过仔细想想，确实更符合节日的本质。第10件，民主自由的氛围能随便谈政治，这可能是最大的文化冲击了。小文感慨道，在大陆，政治话题通常是在私密场合才会谈论的，但在台湾，人们可以在餐桌上、公共场所毫无顾忌地讨论政治，这让我一开始非常不适应。小文回忆，刚到台湾时，每当阿杰的家人朋友聚在一起讨论政治，他都会感到紧张。我总是担心自己说错话得罪人。但慢慢的，我发现台湾人对不同政治立场的包容度很高，即使意见不同，也能和平共处。有一次，阿杰的爸爸和舅舅因为支持不同的政党吵得面红耳赤，我还以为他们要绝交了。结果吵完后，两人若无其事地一起去钓鱼，我当时就惊呆了。小文笑着说，现在的我也能自信地参与政治讨论了，虽然有时候还是会被他们说你是大陆来的，不懂啦。
但总体来说，这种畅所欲言的氛围我很喜欢。说到这里，我们的故事还没结束呢。下次我会继续给大家分享小文在台湾的生活，她是如何克服这些不习惯，最终在台湾找到归属感的。敬请期待丽姐的下一期相亲故事会。接下来，让我们继续小文的故事。适应新环境从来都不是一帆风顺的。小文在克服这些文化差异的过程中，经历了哪些挫折和成长呢？其实刚嫁到台湾那会儿，我真的很想回上海。小文坦言，每天都哭鼻子，觉得自己像个外星人，处处碰壁。最让小文受挫的是语言问题。虽然台湾和大陆都使用中文，但许多词汇和表达方式完全不同。比如我要买垃圾袋，在台湾要说塑胶袋，洗发水要说洗发精，卫生巾要说卫生棉，搞得我经常闹笑话。最尴尬的一次是，我去超市买方便面，店员完全听不懂。我比划了半天，他才恍然大悟说：“哦，你是要买泡面啊？”小文学着台湾腔调说，自己都忍不住笑了起来。除了日常用语的不同，台湾特有的闽南语也让小文头疼。阿杰的爷爷奶奶只会说闽南语，根本不会国语。每次跟他们交流，都像是在玩猜谜游戏，累死了。好在阿杰很体贴，总是耐心地帮小文翻译。他还给我买了一本台湾国语小词典，专门收录台湾特有的词汇和表达方式。我每天睡前都要看一会儿。随着时间的推移，小文慢慢适应了台湾的生活节奏，也交到了一些朋友。最开始，我的朋友圈只有阿杰的亲友。后来我参加了一个陆配联谊会，认识了很多和我情况类似的大陆姐妹。有了组织，心里踏实多了。在陆配联谊会里，小文结识了来自各个省份的大陆女性，她们互相分享经验，一起度过思乡的日子。有个姐妹嫁到台湾已经10年了，她告诉我，别着急，慢慢来。总有一天你会发现，台湾也是你的家。这句话一直鼓励着我。小文在台湾生活了半年后，决定重新找工作，作为护士。她希望能继续从事医疗相关工作，但现实很残酷，台湾不承认大陆的护士资格证。我当时真的很绝望，在大陆好歹是个专业人士，到了台湾就变成了无业游民。小文叹了口气，阿杰安慰我说可以在家相夫教子，但我不想就这样放弃自己的职业生涯。在朋友的介绍下，小文找到了一家医美诊所的前台工作。虽然不是护士，但至少还在医疗行业，一开始工资很低，而且要应付各种台湾腔的医学术语，每天下班回家都要查词典，真的很辛苦。但小文没有放弃，他利用业余时间学习台湾的医疗系统和相关知识。诊所的医生看我勤奋好学，渐渐开始教我一些基础的医美知识和操作技能。半年后，我从前台升职为医美助理，负责给客人做基础护理和术后跟进，工资也翻了1倍。事业上有了起色，小文的生活也渐入佳境。他开始主动了解台湾的历史和文化，跟着阿杰走遍台湾各地的景点，登上阳明山看海域，去垦丁感受南台湾的热情，到日月潭欣赏湖光山色。这些经历让我真正爱上了这片土地。2年后，小文和阿杰迎来了他们的第一个孩子，一个可爱的小男孩。有了孩子后，我才真正体会到台湾社会对母亲的友善。小文感慨道，在台湾，到处都有哺乳室和亲子厕所，公共场所对待孩子的父母非常包容。而且台湾的产假和育婴假比大陆更完善。我在诊所工作，也能享受弹性工时，照顾孩子的同时不耽误工作。谈到育儿观念的差异，小文也有很多感触。台湾的父母普遍比较尊重孩子的个性和兴趣，不会像大陆那样激娃。阿杰的家人从来不催促孩子一定要多优秀，而是鼓励他快乐成长。这点我很喜欢，也在慢慢调整自己的教育理念。不过有时候也会有冲突啦。小文笑着说，比如我觉得孩子应该从小学习认字、算术，打好基础。但阿杰的妈妈认为孩子小时候就该多玩，学习的事情以后再说。为这事我们没少交锋，不过现在我也慢慢理解他的想法了。随着在台湾生活时间的延长，小文对两岸文化的认识也更加深入。我发现台湾社会确实更日本化一些，注重礼仪、秩序和细节，而大陆则更西化，崇尚效率和规模。
两种模式各有优劣，无法简单的说哪个更好。比如台湾的服务业真的很贴心，从便利店到高级餐厅，服务人员都彬彬有礼，让人感觉被尊重。但效率确实不如大陆，很多事情都要慢慢来，讲究程序，有时候真的很急人。小文也谈到了两岸年轻人的差异，台湾年轻人普遍比较佛系，不那么拼命，而大陆的年轻人则更有狼性，对成功的渴望更强烈。这可能与社会环境有关，大陆竞争激烈，不拼不行。而台湾社会相对稳定，年轻人压力小一些。不过最近几年，随着大陆经济的快速发展，越来越多的台湾年轻人也开始到大陆发展，寻找更多机会。我在诊所就遇到过几个在大陆学医的台湾实习生，他们对大陆的医疗技术和市场规模都很向往。谈到自己的身份认同，小文坦言这是一个复杂的问题。刚来台湾时，我坚定地认为自己是中国人，对台湾人称呼自己为台湾人而不是中国人感到不解。后来我慢慢明白，这不仅仅是政治问题，更是文化和历史认同的问题。现在的我既是上海人，也是台北人，既是大陆媳妇，也是台湾媳妇。我不再纠结于这些标签，而是珍惜自己能够同时理解两种文化的优势。小文笑着说，有时候我会故意逗阿杰，哎，你们台湾人怎么这样啊？然后他会反击，那你们大陆人又是怎样的呢？我们拿这个开玩笑，但心里都明白，文化差异并不是障碍，是我们婚姻中的调味剂。回顾这几年在台湾的生活，小文感慨万千。说实话，刚开始我真的很不适应，甚至后悔嫁到台湾。但现在我反而庆幸自己当初的决定。这段跨文化的婚姻让我成长了很多，眼界也更开阔了。不得不提的是，小文嫁到台湾这几年还经历了一件让她特别感动的事。记得去年我妈妈生病住院，需要做手术。当时我正在怀二胎，行动不便，很着急，但又不能回上海照顾妈妈。小文说起这事，眼圈微微发红。是阿杰主动请了2周假，陪我一起飞回上海照顾我妈妈。他每天给妈妈买早餐，陪她聊天，甚至学会了用上海话问候她。那时候我真的好感动，觉得嫁给他是我这辈子最正确的决定。这件事也让小文的父母彻底接受了这个台湾女婿。现在我爸妈见到阿杰比见到我还亲，每次视频通话都要问女婿最近好不好，工作忙不忙，搞得我这个女儿都吃醋了。小文笑着说，随着在台湾生活的时间越来越长，小文也渐渐发现台湾社会的一些小秘密，这些是刚来时完全没注意到的。比如台湾人超级迷信。小文说，他们相信风水、算命、看黄历的程度比我想象中严重多了。阿杰的妈妈每次要出远门，一定要挑个好日子，家里装修要请风水师看方位，连取名字都要考虑八字五行，超级麻烦。还有啊，台湾的宗教文化也很有趣。一条街上可能同时有妈祖庙、基督教堂和佛寺，而且很多人同时信奉多种宗教，今天拜妈祖，明天拜观音，一点都不冲突。这在大陆是很难想象的。小文还发现，台湾人对人情世故的重视程度超乎想象。这边的人情往来很复杂，各种喜丧嫁娶都要随礼，而且金额还有讲究。我刚来时老是搞错，惹了不少笑话。他笑着说，有一次阿杰表哥结婚，我随了2000块。回家后阿杰告诉我太少了，至少要6000。我当时就呆了，在上海2000已经很多了啊。工作上小文也有了新的突破。在医美诊所工作3年后，他通过了台湾的美容师认证考试，正式成为一名专业美容师。虽然不是护士，但至少也是个有专业资格的人了，而且薪水比在上海当护士时高多了。最让我欣慰的是，诊所里有不少大陆来的客人，因为我能听懂他们的口音和需求，所以特别指定要我服务。这让我找到了一种桥梁的价值感，感觉自己的跨文化背景反而成了优势。随着孩子的出生和工作的稳定，小文在台湾的生活渐入佳境。他开始琢磨着要不要在台北买一套属于自己的房子。台北的房价是真的高，比上海还贵。我和阿杰省吃俭用攒了几年，才勉强够付一个小户型的首付。不过台湾的房贷利率比大陆低很多，月供压力没那么大。而且这边的国宅政策挺好的，
我们正在申请，希望能抽中。谈到未来的规划，小文坦言希望孩子能同时了解两岸文化。我会定期带孩子回上海探亲，让他认识外公外婆，体验上海的生活。同时，我也在学习闽南语，希望能和阿杰的爷爷奶奶更好的沟通，让孩子也能学会这门语言。说实话，以前我总觉得自己是外来者，但现在我已经把台湾当成第二个家了。小文感慨道，我喜欢这里的慢生活，喜欢这里的人情味，也喜欢这里对孩子的友善环境。当然，我依然热爱上海，那是我的根。小文还特别提到，最让他感到温暖的是阿杰家人对他的接纳。刚来的时候，阿杰的妈妈对我很有戒心，总担心我是冲着台胞证来的。但随着相处时间增加，他看到我是真心爱阿杰，也愿意融入台湾生活，态度就完全变了。现在他逢人就夸我懂事能干，比台湾女孩子还贤惠。谢谢大家收听今天的相亲故事，我是丽姐，我们下期再见。